中美对谈，台湾问题是门槛问题，嘴巴上说是中国内政问题，你不得讨论，还是会有讨论的内容。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台湾就变成它是你想跟我谈台湾问题，只能是谈判这件事情的一个门槛。再把军队跟台湾问题连接在一起。如果真的是往这方向推进的，中美之间就已经不是过去的对抗。台湾必须要掌握到，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有没有被交易出去？川普怎么回复习近平的？白宫没有讲，川普认怂。川普跟习近平通话，答应欢迎大陆的学生到美国来学习，让留学生可以好好完成学业这件事情，这是个态度问题，不可能用恶劣的态度来跟我谈。你要先学着尊重中国人，你把全世界都赶回去没关系，但你不能赶我中国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新华社所发布的应约，川普已经自己讲了很久要跟习近平通电话，但是习近平那时候一直没有要跟他通电话意思。我觉得川普跟习近平通话大概可以区分为两大项，第一大项就是台独的问题，第二大项是经贸的问题。反而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俄乌战争，俄罗斯会不会对乌克兰采取强烈的报复手段？习近平跟川普的谈话里，台湾的问题可见的大陆来讲的话，他认为说是台湾问题是他重中之重，但是川普没有任何的回应，台湾立场不禁会担心，那川普到底是怎么样答复习近平？很明显，不管是稀土或各方面来讲，现在反而是川普有求于习近平。1月份开始你就职到现在有5个月的时间不跟你通电话，这时候我跟你通电话的时候，我一定某一些条件，就你必须要答应。那台湾的问题，新华社这边也已经讲了，川普怎么回复习近平的，白宫没有讲，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台湾来讲必须要掌握到，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有没有被交易出去，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大项经贸的问题，川普认怂，答应说是欢迎大陆的学生到美国来学习，要取消中国留学生，要驱赶中国留学生27000多人。可以看得出来，从川普愿意讲这句话，就是整个经贸来讲，我们可以研判出来，川普最起码在经贸这个部分已经是认怂了。当然，中国要美国的一定是 AI 的晶片，那这方面倒是没看到美国有所琢磨，越没有讲越有可能要到。如果说是关税方面，美国川普这时候又180度转弯，紧接着全世界各个国家就会有样学样，跟中国一样，我只要强硬到底，你们就会让步。那美国我想说，川普这次来讲，他所谓关税在这方面也应该遭遇到很大的一个挫折，不过对全世界来讲，我觉得是一种好处啦。谈到留学生问题，我觉得留学生问题在官方已经回应过了，不可能用恶劣的态度来跟我谈。你要先学着尊重中国人，让留学生可以好好完成学业这件事情，这是个态度问题。你把全世界都赶回去没关系，但你不能赶我中国人。第二个就是台湾问题跟经贸问题被切开来看，台湾问题一定是这场通话里面它不是可以谈判，而是它必须作为一个谈判的基础而存在。我不会跟你谈台湾问题，你要跟我谈，那基本你必须先对台湾问题有个基本的态度。当然美国是一中政策了，但是至少你要回到 One China Policy， 一中原则你守不住那种一中政策，是你们以前签3公报以来就已经是一个传统。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中美对谈台湾问题是门槛问题，嘴巴上说是中国内政问题，你不得讨论，实质上还是会有一些讨论的内容。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的增长，就台湾就变成它是你想跟我谈，那台湾就问题只能是谈判这件事情的一个门槛。而且中国目前也不会再像拜登时期让你这样玩，什么小院高墙啊，对抗的地方对抗，合作的地方合作。中美逻辑是不一样的，美国人逻辑是 It's all about business， 什么都跟生意有关系，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该做生意的地方做生意。但中国人逻辑不一样，要就大家是朋友，要就大家都拉倒。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中美的底层逻辑不一样。川习双方同意继续落实中美的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另外，习近平则表示欢迎川普再次访华，川普则表示诚挚感谢。川普他在他的出 social 也提到说，他跟习近平通话约1个半小时，双方的讨论呢，近期中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双方来讲是获得非常好的结果。川普也回邀了习近平访美，照这个顺序的话，有可能是川普先到中国，习近平再到美国。美国方面必须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拖入冲突抗衡的危险境地。川普方面请求习近平来通话，最终习近平答应了这通的通话。习近平的意思啊，就是说要校正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的航向，双方把握好，尤其排除各种干扰跟破坏。两国经贸人牵头在日内瓦来举行谈判，合作对话的是唯一的正解。双方谈判，我们从新华社发表的言论里面，我觉得有几句话还值得去推敲的。中国讲说要排除跟中美两国交往，外交、经贸、军队、执法这4项，中美要加强交流合作。这句话也蛮值得去推敲。外交大概是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中美两国本来就是外交，但
它这个外交项目应该以大国来讲的话，不只是中美两国单独的外交，而是包括到跟欧洲、跟日本啦或德比亚地区来讲，在外交上面。第二个经贸，第三个军队军事上面要加强交流合作。如果说再把这个军队跟台湾问题连接在一起来讲，中美两国在军事上面的对抗也是没有停歇过，不管是美军的军机抵近侦察中共解放军的军机表明态度一定是100%以美军来练兵了。第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双航母出来，那中国也是双航母对上去，我觉得这都是很明显的军事上。那另外执法，我觉得执法是不是指的就是第一个是分摊合作，双方要这样合作沟通，光靠我中国什么分摊，你美国你自己怎么去执法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具体的讲了这4点，要加强交流合作，避免很多的干扰破坏，它尤为严重。中国讲，那真的是证明是真的有这件事，有人在干扰跟破坏，到底是美国自己人在干扰跟破坏了，还是说是欧洲国家有在干扰跟破坏？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在川普他们团队里面好好去推敲。双方增进外交、经贸、军队、执法各领域交流啊。如果真的是往这方向推进的话，那中美之间就已经不是过去的所谓的对抗。最近中美航母在南海跟菲律宾海呢进行双对峙，山东号跟辽宁号跟美国的尼米兹号还有华盛顿号呢展开双对峙。这里面有一些细节非常有趣，共军有70艘船舰加2航母，在5月的时候它出现的频率很高，甚至形成跟美军的双航母进行双对峙，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实力是最重要，实力才是谈判的基础。起因是因为尼米兹在跟菲律宾肩并肩军演以后，他停在马来西亚的巴生港，明年就要除役了嘛，他今年是延役，他不是回到日本横须贺港，就是要回到关岛，又从南海那边走。第一个从南海穿过巴士海峡，第二条路线他可能从菲律宾南端的苏禄海穿过去。所以我那时候研判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解放军是用辽宁舰堵在台湾的东侧，堵住尼米兹回家的路，让你回家路变得遥远。南海那边原来他用的是一艘的所谓安徽2栖攻击舰的一个战斗群在这边，后来加派了山东号。如果说是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这种尼米兹要回去路线堵在这边的话，那美军就陷于危险，必须要对尼米兹号来支援。所以我们看到华盛顿号出来，华盛顿号是不是完全备战状态？我们那时候很怀疑，它是还在整修的状况之下，可能不得已要把这艘航空母舰开出来掩护尼米兹的回去。从黄海到台海到南海，中美两方的军舰大概上百艘都是如此。那为什么艾森豪这条航空母舰出来只有短短的10天之间又回到横须贺？他船还没修好，他是为了掩护尼米兹不得不出来。第二个来讲的话，他大概应付临时性的任务结束以后，他赶快回去整补，不可能说在这边发生这个中美发生航母大战，不太可能啊。但是双方解放军借这个机会练兵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高的。上次是山东舰，这次是辽宁舰，让每一艘航母战斗群的官兵都有机会去以敌练兵。比较好奇是辽宁号到，那目前来讲的话，他继续往南走，预判他是不是任务结束以后就回去。一开始他是没有带补给舰，大家推测他只是轻快的一个任务就结束，就没想到这2天9洞1呼伦号加补给舰加入他舰队，继续往南。这就是要有他会不会从苏禄海那边回去？可能机会不大。如果他从那边就回去的话，他呼伦号不需要出来加入他的舰队里面。呼伦号出来的话，就代表他可以继续自己远航的任务。远航目的地哪里？到澳洲去绕一圈，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警告你美国，你们奥克斯联盟，这个你要这边做维吉尼亚级核战略潜舰，要部署在这边，要到南海来跟我对抗，我这边先警告你，我有能力。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会不会穿过巽他海峡，就直接到印度洋去了？然后这个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那我们只能在这方面做推测、做揣测。可想而知这次来讲的话，中美两国双航母在这边对峙我觉得是给这个解放军一次这个练兵的一个机会。川普外交的一个特色，他会去推进一些议程。川普我把它称之为新民粹，他们是可以很实质的，我们过去认为是空气的东西，转换成真金白银跟支持度。陆军250周年建军，然后要阅兵式里面，川普把岛内的页面给拉了出来，那大家就想，哇，我们川皇在海外这样子哐哐的胜利 ，endless win 赢麻了，会不会转换成真金白银？会啊，会不会转换成真实支持率？会啊。中美这真实的对等关系叫 as presidents of two great nations， 根据2个大国伟大国家的总统，这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要一起共同来往前推进。哇，所以是完全摆在对等之上，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我竟然4-5年就改变那么多的想法跟态度。背后最大的支持，我认为绝对不是什么2国什么友好啊，什么川普欣赏习近平啊，拍马屁，不是实力问题。